挂个明星的牌子，房子就能溢价10倍出售吗？如果给你2个选择，一套房是《绝命毒师》里面的老白的家，另外一套房是安吉丽娜·朱莉睡过的卧室，你愿意花多少钱？有人为了情怀，溢价几个亿，也有明星想把粉丝当韭菜来割，结果连底裤都被市场给亏掉了。今天我们来盘点5套，就是今年2026年最魔幻的美国名人豪宅。第一套是2.37亿美元的冬季白宫。今年美国豪宅市场轰动了一套房，佛罗里达州的一座水岸超级豪宅。这套房子的挂牌价是2.37亿美元。如果能成功的卖出，将会刷新整个迈阿密地区历史最高成交纪录。这个房子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这套房子的身上叠满了 buff。第一，它是经典的黑帮电影《八面煞星》里面的大毒枭，叫做托尼·蒙大拿那个穷尽极色的家。第二，他在现实中，他居然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冬季白宫。你想一想，一边是电影里面的黑帮教父，一边是现实当中的美国总统。但是真正支撑他2.37亿美元的，其实是它的稀缺性。1.3万平方英尺的面积，自带超长的木质私人码头，游艇可以直接靠岸，还有电影粉丝特别熟悉的那个玻璃电梯，就是电影中毒枭豪宅里面的标志性场景。在迈阿密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这个地段的土地2026年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这也是美国豪宅市场最核心的规律，故事负责吸引眼球，但是地段负责决定价格。第二套就是《绝命毒师》里面的惊天翻车，但是它不是每个故事都能卖出2个亿。如果你是《绝命毒师》里面的死忠粉，你一定认出你的这栋房子。没错，剧里面的老白沃尔特·怀特的家。这套房子的前业主，他绝对是一个营销鬼才。2025年的时候，他看中《绝命毒师》，在全球依然有庞大的粉丝群，居然大嘴一张，把这栋原本只值几十万美元的普通民宅，标价400万美元挂牌出售。他的逻辑是，全球有几千万个粉丝，总有一个 SB。结果市场给全美上了一堂生动的去泡沫课。整整1年时间，除了天天有粉丝跑来去他们家的屋顶扔这种披萨，在门口拍照打卡，还有扰民之外，没有一个正经买家出价。到了今年的2026年，房东终于也认清了现实，把价格重新腰斩，然后再腰斩，从400万美元最终改成了40万美元的挂牌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粉丝虽然狂热，但是有钱人他也不是傻子。市场最终认可的永远是房子本身的价值。第三套，塞琳娜·戈麦斯的妥协。看完了翻车的，我们再来看一个正常的这种换房瓜。美国顶流的塞琳娜·戈麦斯，她今年把位于洛杉矶恩西诺的豪宅给挂牌了，标价是649万美元。塞琳娜这2年的感情生活很甜蜜，据说这次卖房子主要是因为婚后打算换一套更适合家庭生活的大庄园，而这栋房子本身也大有来头。1989年由摇滚巨星汤姆·佩迪亲自定制，
里面甚至完整的保留了一个功能完整的专业级的录音室。塞琳娜买下了之后，还在这里录制了她那档火遍全网的烹饪真人秀 Selena Chef。 这个案例在地产界被称为良心定价，649万美元在洛杉矶的顶级明星圈里面根本不算贵。这两栋房子见证了两代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时代。这种明星的房产在市场上反而非常的抢手，属于流动性极佳的资产。第四套，安吉丽娜·朱莉的百年豪宅。接下来这一位可是真正把好莱坞 Old Money 格调玩明白的人。今年准备出手自己占地2英亩的洛杉矶顶级豪宅，标价是2985万美元。这套房子历史极其显赫，它曾经的主人是好莱坞的电影教父，导演了10届的塞西尔·戴米尔。朱莉当年买下它，就是看中了这种沉淀了上百年的好莱坞的历史感。对于顶级富豪来说，买朱莉的房子摆的是一种名流阶层的身份认同。将近3000万美元的价格，买的就是这份不显山不漏水的尊贵。第五套，令人唏嘘的遗产处理。相比朱莉的优雅，已故的摔跤巨星霍克·霍根的遗产处理就显得有点令人唏嘘了。随着霍根在2025年去世，今年他在佛罗里达的 Clearwater Beach 的海滨别墅被推上了市场，主屋砍到了899万美元，旁边的客房单卖是450万美元。这套房子配有私人电梯，一开窗就是看到墨西哥湾的一线海景。但是因为遗产的处置，继承人急于变现分钱，所以价格给的是非常的急切。有时候明星离世后，房产的抛售反而是富豪买家去捡漏，大肆砍价的绝佳时期。盘点了这么多，大家发现规律没有？在美国奢侈品地产的市场上，名人的效应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一栋房子它本身的地段无敌，比如说迈阿密海滩设计顶尖，比如说朱莉的意式庄园，那么明星的光环就是锦上添花，能帮助他在顶级富豪圈里迅速刷出知名度，卖出溢价。但是如果一套房子本身很普通，比如说老白的那栋新墨西哥州的平房，非要溢价10倍去割粉丝的韭菜，最后结果是只能被市场给无情的打脸。说到底，明星会老去，流量也会消散，但是地产的底层逻辑永远不会变。决定房子价值的永远是地段，还有供求关系。非常感谢您观看我这一期的视频，帮助更多投资人看懂美国地产，布局美国地产，把握下一波机遇，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带您了解更多美国房产投资的故事。感谢支持，欢迎点赞、订阅和转发。